自由富婆杨子逆袭，从被逼成尤物到承认伤愈。被逼成大美人后，杨子似乎忽略了为自己而活，深知演戏的机会来之不易。早些年，杨子曾经反刍过狠，被人取而代之。类似的事情在杨子身上至少发生过1、2次。既然这是杨子当年的唯一资产，他被现实一次次打了一顿，他才真正明白艺人应该有商业尊严，否则将被取代。从此，杨子走上了一条街，满足了市场。大约在那个时候，也同样是媒体进入了流量时代。被视为艺人存在的演技和台词在讨人喜欢的眼中显得毫无用处，但颜值依旧是杨子最关心的问题。不管标准的小姐姐们本不精彩，同样会惨不忍睹，还有着艺人梦想的杨子。所以为了啃掉外表这块硬骨头，偏向大块头的杨子吃了不少苦头，用创新的方式讨论过，但从少年到成年的不满，又怎么可能有效的烟消云散呢？所以不管杨子是不是讨喜和精彩，他其实都因为长相而缺乏自信，所以他其实很想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来证明自己完全配得上女明星的称号。无论如何，不管杨子能否像发条一样把事情做好，靠一连串无休止的炫耀自己的能力，他其实也逃不过分析的冲击。不法行为。2022年7月，杨子新剧《沉香如渣》播出时，一段惨不忍睹，壮观以光速登上了热搜榜的最高点。大段的段子在讨论过时的情节没有新鲜感，两位开车的艺人都因仙侠剧而出名。除了有 CP 被炖的乱七八糟的视觉感觉外，也很容易让人有品味的疲惫。另一半则紧紧抓住杨子的优秀，表示自己被严重否认了，连续成为聚光灯下的女性。只是那些吐槽的人根本不顾杨子会接拍这部电影，不是因为他依赖仙侠，而是因为他被组织打捞出来了。事实上，景甜一开始就被选为这个节目的冠军，组合也已经到了美妆照的拍摄阶段。然而美妆照一出，景甜的粉丝们很快就开始反对了，因为他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姐姐不适合这份工作。爱粉的景甜和一个古怪的人终于选择了离开。沉香木屑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当事情变得糟糕时，制造者欢瑞无法摆脱他，所以他们迅速考虑到组织中的职业工匠杨子，并相信他可以接近并拯救组织。或许杨子是带着精致的耳朵来到这个世界的。不管他要不要出演仙侠片，他最终还是决定服从组织的游戏计划。但必须承认，不管是不是为了抢戏，杨子估计都会同意的。出现在电影中，因为他在他最初的几年，第二次经历无偿的换工作，他很清楚演戏是那么的难，也让杨子从不觉得演玄幻剧是平庸的。既然只有扎扎实实的把握住敞开的大门，量变就会变成主观的变化。好在现在的杨子不仅已经变成了资产稳定的一等花，但他也可以在与组织终止协议时不充值的情况下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辆价值500万美元的迈巴赫上班，至今已成为20岁的大型组织的第2名。在他出名之前，他可以选择为他的家人购买一个托儿所。17岁身价过亿的王俊凯也忍不住有机会说杨子是个富婆。他异常富有。杨子曾经录制了一段短视频，他在外出时买菜。杨子一开始就暗示自己好久没做饭了，趁机打了一顿 WL 的烤面来尝试。刚到菜市场，他们就立刻开启了狂野的抢购模式，不管是不是超过几百斤的天然产物。更何况，杨子的大方也不仅仅集中在自己身上。在大爱人乔新生日的那一刻，杨子一句话不说就给了的生日红包，而且录制期间不管有多久的艺人，放肆的杨子同样会烧掉巨额现金来迎接。全队大吃一顿，还问杨子的明星伙伴，关键谁会得到大块的变化？他们的最佳选择一直是杨子，难怪明星们居然要让杨子成为他们的贷款人，是因为他的慷慨，但也因为他的现金能力。在杨子还是环瑞手下的手艺人的时候，环瑞曾经申报过一份财报，根据报告中的信息，杨子一个人就承包了组织33%的收入。尽管杨子和环瑞都没有到期，协议恢复平静，然而当一等花官爆出消息时，
欢瑞的股价一下子就暴跌了4倍左右。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改变娱乐圈每天208万的利润了，但是如果明星们一下午能赚100万的话，起码有杨紫的程度。是对的作品看，目标市场也可以感知更高。您对此有何看法？02，肖战在国际上成绩斐然，数以万计的观众都在追寻他的新剧。众所周知，肖战这个与邻里华人亚文化一起成长起来的偶像，可以说拥有与我们同胞一样多的正统美德，而正是这种传统的中国特色，才成就了如今的肖战。不再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反而更让他获得了无数外国游客的喜爱。时至今日，他的影响已经通过无限的人类意欲来感受，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中国亚文化的区别，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年轻一代的区别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国际的，当然，让无数人在异国他乡了解中国亚文化和年轻人的区别，是肖战最轻松的成就之一。在不同的方面，肖战的成就也是杰出的，无论是否与事实相去甚远。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异域风靡一时，或成为国际第一帅，或以世俗美德带领无数人异域助人，足以暴露肖战已经收割的肖在国际内部已经收获了很多巅峰。不难看出，他的新剧预告片在异地平台上大获成功，数以万计的异地游客在追寻他的新剧。外地来客的期待是肖的优秀的证明，因为在一个没有纷争的国际，谁都谈实力。这一点特别真实，因为肖战每有一个全新的发展，就经常登上国外很多地方热搜的顶峰，时不时还登上全球热搜的顶峰。这些热搜可以说是认证的，宣告着百人之眼明辨，大人类必将通过额外人类的方式被观察到。再加上肖战对异地的认识，现在已经不是最容易让我们认识到，远不是不同的国际地点都在上传他们的亚文化，而是我们自己的年轻演员新时代正在发挥他们的实力、专业知识和文化自信，可以跳过我们传统的中国亚文化和美德，进入越来越多的人到外国。需要说明的是，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中国的亚文化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现在不再是权利，而是权利等等。因此，文化输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可以预见的事。随着肖战的地位越来越高，他在未来的国际中会更加闪耀。